老张，这20万奖金是奖励整个部门的，我是部门负责人，理应由我代表大家领了。给你这2000块，是特殊照顾了，别不知好歹。我死死攥着手里那薄薄的信封，里面装着20张老人头。为了攻克华光项目的技术难关，我连着1个月吃住在车间，熬得两眼通红，差点就倒在工位上。项目成功了，公司说好的20万奖金却被新来的李总监揣进了自己腰包。我去找他理论，他却反过来教训我格局太小。行，你格局大，我走。我看我走了之后，你拿什么去跟你上面的人交代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李总监，不行啊 ，C 模块的温度又超了，再这么烧下去，整套设备都得报废。年轻的工程师小王顶着2个黑眼圈冲进了技术部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，齐刷刷地看向坐在独立办公室里的技术总监李俊。李俊37、8的年纪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，一身笔挺的西装，跟他这个成天跟机油铁屑打交道的技术部格格不入。他是半年前空降来的总监，听说是什么名牌大学的 MBA， 上面大老板的外甥，一张嘴特别会说，各种新名词一套一套的，可光会说有啥用？真到了要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他就抓瞎了。慌什么？李俊皱着眉头从他的总监办公室里走出来，一个小小的问题都解决不了。公司的钱是养你们来吃饭的吗？数据呢？分析报告呢？问题的原因是什么？解决方案1、2、3拿出来。小王被他一顿抢白，脸涨得通红，结结巴巴地说：试了好几种方案了，散热风扇加到最大了，冷却液也换了，可温度就是降不下来。那批进口的芯片对温度特别敏感，超过80度性能就急剧下降，现在已经飙到95度了。废物！李俊低声骂了一句，他把咖啡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，踱步到项目组那边，看着电脑屏幕上那条刺眼的红色高温曲线，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。这个华光项目是公司今年最重要的单子，客户是国内一家顶尖的通讯公司，要求极高。要是这笔单子黄了，公司不仅要赔一大笔违约金，更重要的是，在行业里的名声就全毁了。我叫张卫国，今年52，是这个公司的老师傅，从公司建厂就在这儿干了快30年了。我没李总监那么高的学历，就是个中专毕业，但凭着一股子钻研劲和30年的经验，公司里大大小小的技术难题，最后基本都得我来收尾。我坐在角落的工位上，默默地擦着我的游标卡尺。这阵子我被李俊优化到边缘岗位了，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一些陈旧的图纸，或者给年轻人打打下手。用他的话说，我这种老师傅思想僵化，跟不上时代，得让年轻人多试错，才能迭代出新的东西。我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他就是嫌我老，嫌我碍眼，嫌我这不吭不声的性格，不像那些年轻人一样会捧着他。张师傅，小王求助似的看向我，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李俊就立刻扭过头来打断道：小王，你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，别总想着找拐杖。张师傅年纪大了，精力跟不上，你别什么事都去麻烦他。他这话明着是关心我，实际上是把我的路全堵死了。他就是想证明，没我这个老师傅，他照样能带着这帮年轻人把项目搞定。他要的是功劳，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功劳。我心里叹了口气，低下头，
继续擦我的卡尺。接下来的2天，技术部成了战场，小王他们几个年轻人几乎是连轴转，办公室的灯彻夜通明，外卖盒子堆得像小山一样。李俊也没回家，就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对付。他倒不是在研究技术，而是在不停地打电话，一会儿跟客户解释，一会儿跟高层汇报，把姿态做得足足的。可问题依旧没有解决。客户的最后通牒下来了：李总监，明天上午10点，如果我们还看不到解决方案，合作就此终止，一切后果由贵公司承担。电话是开着免提的，客户那边的话让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安静了下来。李俊挂了电话，脸色惨白，额头上全是冷汗。他再也装不出那副运筹帷幄的样子了，在办公室里焦躁地来回走动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怎么办？这下怎么办？办公室里几个年轻人都低着头，大气不敢出。终于，李俊的脚步停在了我的工位前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：那个老张啊，您经验丰富，您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帮着想想办法？他不再叫我张师傅，而是叫老张，语气里还带上了一个您字。我看着他那张写满求我的脸，心里没什么快意，只觉得一阵悲凉。早干嘛去了？非要撞了南墙才回头。我没说话，站起身，拿起桌上的旧安全帽扣在头上，朝着车间的方向走去。老张，您这是？李俊跟在我身后，不解地问。去看看。我头也不回地丢下3个字。车间里那台问题设备正孤零零地停在中央，周围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电路烧焦的糊味。我绕着设备走了2圈，这里敲敲，那里听听。小王他们几个年轻人跟在我身后，大气都不敢喘。李俊也跟了进来，但他嫌车间里又脏又吵，远远地站在门口，皱着眉头看着。我打开设备的侧板，里面密密麻麻全是线路和模块，设计得非常紧凑。我伸出粗糙的手，小心翼翼地在里面探了探，感受着不同位置的温度，把最新的结构图和电路图给我。我对小王说。小王赶紧跑回报社，拿来了厚厚一沓图纸。我就地蹲下，把图纸在地上铺开，一张一张地仔细看。我的眼睛就像扫描仪一样，扫过每一个零件，每一条线路。脑子里，这台复杂的机器已经变成了一个透明的模型，所有的能量流动、热量传导都清清楚楚，问题不再散热。我看了大概半个小时，得出了结论。啊！小王愣住了。可就是温度高啊！温度高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我用手指着图纸上的一个点，你们看这里，电源模块和主控芯片离得太近了，而且你们为了走线方便，把高频信号线和电源线捆在了一起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一个年轻工程师问。在学校里，老师可没教过这个，问题大了。我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。高频信号会产生电磁感应，干扰电源的稳定性，造成隐形的电力损耗。这些损耗最后都变成热量散出来了。你们的风扇吹得再猛，也只是给皮肉降温，里面的骨头还是在发烧，治标不治本。几个年轻人听得目瞪口呆，面面相觑。这些知识是书本上绝对学不到的，是纯粹靠经验喂出来的。李俊在门口也听到了，他快步走过来，脸上带着一丝怀疑。老张，你确定吗？这可是德国人设计的图纸，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？我看了他一眼，淡淡的说，图纸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机器装配起来总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干涉。
德国人也没法把所有情况都算进去。李俊被我噎了一下，没再说话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重新布线肯定来不及了啊！小王急得快哭了。不用重新布线。我走到工具柜前，从里面翻找出一块不起眼的铜箔片和一些绝缘胶带，把电源模块拆下来。虽然心里全是问号，但小王他们还是立刻动手，七手八脚的把电源模块给拆了下来。我接过模块，用绝缘胶带在特定位置缠了几圈，然后把那片薄薄的铜箔片贴了上去，最后将铜箔的另一端接在了机壳的地线上。这是干什么？李俊忍不住又问。做个简单的屏蔽和接地，把杂散的电磁波导出去。我解释了一句，便不再理他，指挥着小王他们把模块装了回去。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。好了，开机试试。我说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小王颤抖着手按下了启动按钮，设备发出了平稳的嗡鸣声，指示灯一个个亮起。电脑屏幕上那条代表温度的红色曲线，在短暂的冲高后，开始缓慢但坚定地下降了。95度、90度、85度，最后它稳稳地停在了78度的位置，一动不动。想，降下来了，真的降下来了！小王第一个欢呼起来，办公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。几个年轻的工程师甚至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。压抑了几天的阴霾，在这一刻终于烟消云散。李俊站在旁边，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，有震惊，有庆幸，但更多的是一种掩饰不住的尴尬。他看着我，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后只是干巴巴地吐出几个字：老张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没看他，只是默默地收拾好工具，放回工具柜。对我来说，这只是30年工作里又一个普通的夜晚。项目成功了，客户非常满意，不仅没有追究延期的责任，还当场表示要追加订单。公司上下一片喜气洋洋。大老板亲自来技术部视察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拍着李俊的肩膀，大声宣布，这次华光项目，李总监领导有方，带领团队攻坚克难，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我决定奖励项目组20万奖金，奖金由李总监全权负责发放。听到20万这个数字，办公室里响起一阵压抑的惊呼。这年头，20万可不是一笔小钱。李俊满面红光，腰杆挺得笔直，嘴上谦虚着，这都是老板您领导的好，也是团队里每个同事共同努力的结果。特别是我们部门的张卫国老师傅，在关键时刻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他提到了我，但说得轻描淡写，把我形容成一个偶尔提供点建议的辅助角色。我心里冷笑一声，也没跟他计较。功劳是你的，我认了，但钱总得分我一份吧。我也不贪心，这20万里有我一份辛苦钱就行。那段时间我心里是真挺高兴的，想着拿到奖金就给我老婆换个好点的按摩椅，她腰不好，再给我那刚结婚的儿子儿媳包个大红包，让他们小两口日子过得宽裕点。我甚至开始盘算着，等再干几年，攒够了钱，就回老家盖个小院子，养养花，钓钓鱼。人有了盼头，干活都觉得有劲。发奖金那天，李俊把所有人都叫到了会议室。他先是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讲话，总结了项目的成功经验，展望了公司的美好未来，把所有功劳都巧妙地揽在了自己身上。这次的成功证明了我们技术部是一支能打硬仗、敢打胜仗的队伍，我为大家感到骄傲。李俊站在前面，意气风发，
底下的人心不在焉地鼓着掌，大家的眼神都瞟向他桌上那个厚厚的牛皮纸袋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开始发奖金。李俊终于说到了正题，他从纸袋里拿出一沓沓崭新的钞票，还有一个个小信封。小王，这次你跟全程辛苦了，1万。小李，你负责软件调试也很关键，8000。小周，他一个一个的念着名字，被念到的人高高兴兴地上去领钱。虽然跟20万的总数比起来，每个人分到的不算多，但毕竟也是一笔意外之财，大家脸上都喜气洋洋的。我坐在角落里，心里有点紧张，像等着开奖一样。我在想，他会给我多少？5万还是8万？毕竟没有我，这20万就是20万的赔款。很快，前面的人都领完了，会议室里只剩下我，还有李俊。他拿起最后一个信封，这个信封明显比别人的要薄很多。他慢悠悠地走到我面前，脸上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公式化的笑容。老张啊，他把信封递给我，声音不大不小，这次你也辛苦了，虽然你没在项目组里，但毕竟也出了点力，这是公司给你的特殊津贴，2000块，以后继续努力啊。我的脑子嗡的一下，2000块，我凭着30年的经验，在最后关头力挽狂澜，把一个必亏的项目变成了大功，最后就换来一句轻飘飘的出了点力和这2000块钱，那剩下的18万多去哪了？我猛地抬头，死死地盯着李俊。李俊被我的眼神看得有点发毛，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，脸上依旧挂着那副虚伪的笑。怎么了，老张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李总监，公司奖励的不是20万吗？别人都是18000，怎么到我这就只有2000了？李俊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了自然。他清了清嗓子，用一种教育的口吻说道：老张，你这个思想就不对了，格局要打开。这20万是奖励给整个项目组，奖励给整个部门的，我是部门负责人，这笔钱当然由我来统一支配。不仅要奖励这次项目的有功人员，还要考虑到部门未来的建设，比如团建、培训，这些都要花钱。我作为领导，得从大局出发，不能搞平均主义，更不能谁嗓门大就给谁多，你明白吗？他这一番话说得冠冕堂皇，滴水不漏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团建、培训，这些鬼话谁信？这明摆着就是他把大头给独吞了。那我解决核心问题就值2000块。我指着手里的信封，质问道：老张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李俊的脸色沉了下来。你能解决问题，那也是在公司的平台上，用的是公司的资源，而且我也给你机会了吗？这2000块就是对你个人贡献的认可。做人要知足，别太计较个人得失，不然路走不宽。呵呵，我气急反笑，路走不宽，我看是心太黑吧。张卫国，李俊终于撕下了伪装，勃然大怒，直呼我的名字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告诉你，别给脸不要脸。这2000块是我看你年纪大，特别照顾你的，你要是不想要，可以还给我。门口几个还没走远的同事探头探脑地往里看，对着我们指指点点。我感觉全身的血都涌上了头顶，羞辱，赤裸裸的羞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我看着李俊那张因为愤怒而有些扭曲的脸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李总监，这钱我拿着，但今天这事我记下了。说完，我没再看他，转身走出了会议室，回到工位。我把那个信封随手扔进抽屉里，一眼都不想再看。周围的同事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，有同情，
有幸灾乐祸，也有人悄悄对我竖了竖大拇指，然后又迅速缩了回去。我知道这事儿全公司都知道了。晚上下班，我没回家，一个人跑到公司附近的小饭馆，点了一盘花生米，一瓶二锅头，辛辣的白酒灌进喉咙，像刀子一样，但我心里那股火却怎么也浇不灭。30年啊，我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了这个工厂，我带出来的徒弟，有的都当上分厂厂长了。我自问对得起公司，对得起自己的岗位，可到头来就换来这么个结果，被一个油嘴滑舌的毛头小子骑在脖子上拉屎。凭什么？我越想越气，一瓶白酒很快就见了底。我拿出手机，想给我老婆打个电话，跟她诉诉苦，但号码拨到一半，我又挂了。不能说，她身体本来就不好，为这事再气出个好歹来，不值当。我又想给我儿子打，想了想，也算了，他刚成家，工作也忙，别让他为我这点破事分心。人到中年，真是连个能说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，所有的委屈，所有的不甘，都只能自己一个人或者酒硬生生吞进肚子里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走，必须走。这个地方多待一天都觉得恶心，但走了又能去哪呢？我这个年纪，没文凭，一身的技术虽然值钱，但人家要的都是年轻力壮的。出去找工作，谁会要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？难道就这么认了？以后天天看着李俊那张得意的脸，在他手底下忍气吞声，直到退休？不，我张卫国虽然老实，但不是没骨头。你不是觉得我没用，觉得我碍眼吗？你不是觉得你那套理论能包打天下吗？行，我走。我看我走了之后，这个技术部你玩不玩得转？我把杯里最后一口酒喝干，心里已经有了主意。第二天，我揣着一封辞职信，直接去了李俊的办公室。我连门都没敲，推门就进去了。李俊正翘着二郎腿，悠闲地刷着手机。看到我闯进来，他吓了一跳，手机差点掉地上。张卫国，你懂不懂规矩？进来不知道敲门吗？他恼羞成怒地吼道。我没理他，径直走到他办公桌前，把那封写好的辞职信啪的一声拍在他面前。我不干了，我说。李俊愣住了，他拿起辞职信看了看，随即嗤笑一声：辞职？老张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你这个年纪，从这儿出去，你还能找着工作吗？别一时冲动，断了自己的后路。我的后路不用你操心。我冷冷地说。行啊，有骨气。李俊阴阳怪气地说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你跟公司签的合同还没到期，现在走属于单方面违约，按照合同，你得赔偿公司一笔不小的培训费和违约金。他拉开抽屉，从里面翻出一份我的合同复印件，扔到我面前。我拿起来一看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合同里果然有这么一条：如果提前离职，需要赔偿公司5万块钱。当年签合同的时候，人事说就是个流程，我也没仔细看，没想到这里面还埋着个坑。怎么，怕了？李俊看我脸色不对，得意地笑了起来。老张，我劝你还是理智一点，公司念在你干了这么多年，没功劳也有苦劳，才一直养着你，你别不知好歹，回去好好上班，把辞职信收回去。这事我就当没发生过。他那副嘴脸，就好像是他在施舍我一样。我心里的火蹭的一下又上来了。5万块，你贪我20万的奖金，现在还想用5万块钱来吓唬我？赔就赔。我咬着牙说，这5万块我认了，我就是砸锅卖铁，也不在你手底下再干一天。李俊没想到我这么刚，脸上的笑容收敛了。
取而代之的是一丝阴狠。好，很好，他点点头。张卫国，这是你自找的，你可别后悔。我把话放这儿，有我在这个行业一天，你就别想再找到像样的工作。咱们走着瞧。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了。我没再跟他废话，转身就走。走出他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听见他在背后冷笑：一个快退休的老顽固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离了公司这个平台，你算个屁！回到座位，我开始收拾我的东西。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，就是一些用了几十年的工具，几本被翻得卷了边的专业书，还有一个掉了漆的搪瓷茶杯。同事们都远远地看着，没人敢上来说句话，他们怕被李俊看到，给自己惹麻烦。我理解他们，但心里还是忍不住一阵发凉。人情冷暖，世态炎炎，莫过于此。就在我把东西都装进一个纸箱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大老板的秘书张姐踩着高跟鞋噔噔噔地走了过来。她把我拉到楼梯间，皱着眉，压低声音问我：老张，你真要走啊？为这点事值当吗？张姐是公司的老人了，比我还早来2年，人很正直，在公司里口碑不错。我苦笑了一下，张姐，不是值不值当的事，是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我理解。张姐叹了口气，那个李俊我也看不惯，仗着自己是老板的亲戚，在公司里横行霸道的。但是老张，你得为自己想想，你走了，他一点损失都没有，可能还正中下怀。可你呢？这把年纪了，上哪儿找工作去？天无绝人之路。我说，大不了我就去路边摆个摊，修修电器，也比在这儿受他这个鸟气强。张姐看着我坚决的样子，知道劝不动了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塞到我手里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别嫌少。她说，那5万块的违约金，我听说了，那就是个霸王条款，专门坑老实人的。你别真给，去找劳动仲裁，公司理亏，不敢把你怎么样。我捏着手里的信封，感觉沉甸甸的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厚厚一沓钱，少说也有1万。张姐，这我不能要。我赶紧要把钱还给他。拿着。张姐把我的手推了回去，眼圈有点红。老张，咱们同事一场，我还能看着你受欺负不管吗？当年我刚来公司，什么都不懂，还是你手把手教我画的图，这份情我一直记着呢。你快走吧，趁着李俊不在，赶紧办手续去。我拿着那笔钱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感动、温暖，还有一丝酸楚。我没再推辞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张姐，谢谢你，这份情我也记下了。办离职手续倒是很顺利，人事部那个小姑娘估计也是得了李俊的授意，没怎么为难我，只是反复强调了那5万块违约金的事。我签完字，抱着我的纸箱子，最后看了一眼我工作了30年的地方，我没有回头，一步一步地走出了公司大门。离开公司后，我并没有像李俊想的那样去砸锅卖铁凑那5万块钱。我听了张姐的建议，第一时间就去了劳动仲裁委员会。接待我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工作人员，他听完我的叙述，又看了我提供的合同和那个装着2000块钱的信封，当即就表示，公司那个违约金条款本身就不太站得住脚，而且他们克扣奖金在先，我属于被迫离职，根本不需要赔钱。有了官方的说法，我心里顿时有了底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反而清闲了下来。我把那辆骑了10多年的旧自行车仔细保养了一番，每天骑着它去菜市场买菜，回家给老婆做饭，晚上就去公园里跟一帮老头下棋，聊聊天。老婆看我状态不错，
也渐渐放了心。他总劝我：魏国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咱不图大富大贵，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。工作没了就没了，正好歇歇。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，但我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能真的心安理得的在家歇着呢？我偷偷的开始找工作。我在招聘网站上投简历，去人才市场转悠，但结果就跟李俊说的一样，人家一听我52了，连简历都懒得看，直接摆摆手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需要更有活力的年轻人。偶尔有那么一两家小作坊看中我的技术，愿意要我，但开出的工资低得可怜，还不如我以前1半多，而且什么保险都没有，碰壁的次数多了，我心里也渐渐凉了。难道我这一身本事真的就随着年龄变得一文不值了吗？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打了进来。喂，请问是张卫国师傅吗？电话那头是一个沉稳的男生。您是？我是鼎盛重工的，我叫周毅，我们老板想跟您见一面，聊一聊。鼎盛重工，我愣住了，这可是我们这个行业里的龙头老大，是我们原来那家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，他们找我干什么？虽然心里全是疑惑，但我还是答应了，毕竟这是一个机会。见面的地点约在一家雅致的茶馆，接待我的就是电话里的那个周毅，看起来40多岁，文质彬彬。他把我引到一个包间，一个看起来年纪和我相仿，但气场十足的男人站了起来，主动向我伸出手。张师傅，久仰大名了，我是鼎盛的创始人高建军。我受宠若惊，赶紧跟他握了握手。高建军没跟我绕圈子，开门见山地说：张师傅，你从原来的公司离职，闹得动静不小，行业里都传开了。说实话，我很佩服你的骨气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让高总见笑了。不，这不是笑话。高建军的表情很认真，这是一个技术人员应有的尊严。一个不尊重技术、不尊重人才的公司是走不远的。他这句话说到了我心坎里。我们公司最近在攻克一个大型盾构机的核心驱动项目，遇到了和你上次在华光项目里类似的技术瓶颈。高建军继续说，我们内部也组织了好几次技术攻关，但效果都不理想。我听说了你的事迹，特意托人去打听了你解决问题的方案，非常精妙，所以我想诚心诚意地邀请你来我们鼎盛担任技术总顾问。技术总顾问，我惊得说不出话来，这可是公司里除了总工程师、技术岗位的最高级别了。对，高建军点点头。我们不看文凭，不看年龄，只看本事。你的本事值这个价。至于待遇，年薪50万，外加项目分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50万，我彻底懵了。我原来在公司累死累活1年，各种奖金、加班费加起来也就10来万，现在人家直接给我开了5倍的价钱。我看着高建军真诚的眼睛，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。高总，我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。您这么看得起我，张师傅，你不用激动。高建军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不是在施舍你，我是在投资。我相信你的加入能为我们鼎盛创造出远超50万的价值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您说把你那身老本事毫无保留地交给我们公司的年轻人。我要你带出一支真正能打硬仗的队伍。我重重地点了点头。高总，您放心，我张卫国以后就是鼎盛的人了。我没想到，我人生的下半场竟然是以这种方式柳暗花明。在我入职鼎盛的第2天，我原来公司的李俊就收到了劳动仲裁委员会的通知书。他不仅1分钱违约金没拿到，
还因为克扣奖金的事被委员会点名批评，要求他限期将克扣的奖金补发给我。我后来听说，李俊收到通知书那天，气得在办公室里把杯子都给摔了。但他再怎么生气也没用，白纸黑字的证据摆在那儿，他只能捏着鼻子，不情不愿地把钱打到了我的卡上。收到银行短信的那一刻，我心里没有太多的兴奋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。这笔钱本就该是我的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了1万块钱，连同利息还给了张姐，然后给我老婆买下了那个她念叨了很久的顶级按摩椅。新的工作，新的环境，一切都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舒心。高总没有骗我，他给了我最大的权限和支持。我成立了一个老师傅工作室，把公司里最有潜力的几个年轻工程师都招了进来。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埋头干活，我开始把我这30年积攒下来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整理成一本本操作手册和案例分析。我给年轻人上课，手把手地教他们看图纸，教他们分析问题，教他们那些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最实用的技巧。工作室的氛围非常好，年轻人尊敬我，信任我，我们一起研究，一起试验，很快就攻克了那个盾构机的项目。项目庆功宴上，高总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我一个30万的大红包。我拿着那个厚厚的红包，心里感慨万千。同样是技术攻克，同样是为公司立功，在不同的地方却有天壤之别。而此时，我原来那家公司日子却开始不好过了。我走之后，李俊提拔了几个会拍马屁的年轻人，把技术部搞得乌烟瘴气。他自己又不懂技术，只会瞎指挥。很快，他们就尝到了苦果。以前一些手拿把攥的项目开始频繁出现各种低级错误，产品的返修率直线上升，客户的投诉电话一个接一个。有一次，一个合作了10几年的老客户，设备出了个不大不小的毛病。搁以前，我一个电话就能远程指导他们解决，可现在李俊派去的年轻工程师折腾了2天也没搞定，最后还把问题搞得更严重了。客户气得直接取消了后续所有的订单，转头就投向了我们鼎盛的怀抱。类似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。我离开后不到半年，我原来那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就被我们鼎盛抢走了大半。公司里人心惶惶，很多有本事的老员工也都陆陆续续的离职了。我听说李俊因为业绩一落千丈，被大老板在会议上骂得狗血淋头。他几次想把我高薪挖回去，都托人传话给我，但我连见都懒得见他。又过了2个月，一个周末，我正在家陪孙子玩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接起来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：“喂，是张师傅吗？”是李俊。他的声音里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意气风发，只剩下疲惫和卑微。“有事吗？”我淡淡地问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李俊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说：“张师傅，不，张总顾问，我求求您回来吧，公司不能没有您啊！只要您肯回来，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，年薪100万，给您股份都行，求您救救公司吧！”我拿着电话走到窗边，窗外阳光明媚，鸟语花香。我看着楼下公园里那些悠闲散步的老人，看着我那活泼可爱的小孙子，心里一片宁静。我对着电话轻轻地笑了。“李总监，”我说，“你知道我离开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吗？”“我在想，我走了，你拿什么去跟你上面的人交代？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吗？”说完，
我没有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知道那家公司完了，一个不懂得尊重人才，把老实人当傻子欺负的地方，它的倒闭只是时间问题。而我，张卫国，一个快退休的老技术员，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